黄小仙是一名高端婚庆策划，27岁大龄待嫁。因为工作的原因，她见过许多千姿百态的分手现场。有时候分手要抢占先机，率先提出的那个人就是胜利者；有的分手可以说是散买卖不散交情，文质彬彬，大家以后还是朋友；有的却堪比犯罪现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只是黄小仙大概从来没设想过自己的分手场面会是在那样的尴尬和无措中被迫分手。黄小仙和男友陆然相恋7年，也许不管结婚与否都要遭遇7年之痒。总之陆然出轨了，而她的出轨对象正是从初中就和自己厮混在一起的闺蜜冯佳琪。两人你侬我侬的画面被黄小仙撞破，这打击无异于彗星撞地球。抱着客户婚纱的黄小仙一时间脑袋宕机，忘了自己在哪，也忘了工作。老板打来电话质问黄小仙把婚纱送到了哪儿，是不是不想干了？心情奇差的黄小仙大骂一声你们都是混蛋，便挂断了电话。她蹲在浴缸里一边痛哭一边清理着婚纱上的脏污，不知不觉便睡了过去。世界不会因为谁失恋而停转。翌日清晨，黄小仙还是要继续上班，骂了老板的她毫无疑问要被扎呼一顿。不过老板还愿意骂黄小仙，也证明她还有在公司存在的价值，至少短期内不用担心饭碗不保。黄小仙的同事们多多少少都有点奇怪，一上班就把头埋在桌底抽烟的广东仔，有阅读障碍的设计师小可，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的夜店达人 CC， 每天把盒饭热过头的36C 善良妹，以及隔壁工位性取向不明的毒舌男人王一阳。黄小仙和他共事的这2年，吵过的架比结婚几10年的夫妻还要多。黄小仙脾气暴躁，一点就着，偏偏王一阳见擅长不动声色使用冷暴力，两人的骂战次次都以黄小仙憋出内伤告终，是以他被黄小仙冠以王小贱的雅称。黄小仙正神游天外时，陆然打来电话，希望能解释一下这件事。不过他出轨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在没什么好解释，最多就是说明情况。黄小仙这才得知两人早在半年前就搞到了一起，还能没事人一样继续和自己相处，搁以前是能当特务的材料。接着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术，面对黄小仙你没事吧的连环质问，陆然倒打一耙，表示自己就是难以忍受他的刻薄。黄小仙觉得自己一定是听错了，也不知道是谁追自己的时候说就喜欢他这骨刻薄劲。果然男人都是善变的，黄小仙强撑着面子不想让自己那么难看，挂断电话后眼泪就掉了下来。任谁都无法轻松地放下一段长度7年的恋情，更何况是被伤害的那一方。翌日，冯佳期约黄小仙在咖啡馆见面，不去未免显得落了下风。他收拾心情来到咖啡馆，见到冯佳期那一刻却还是有些破防。细数着两人好的时候，他忍不住想问问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错了就是错了，背叛就是背叛。冯佳期的道歉求不来原谅，黄小仙也绝不可能当作无事发生。爱情友情双双失去，黄小仙却没有太多时间颓废，工作成了他的疗伤工具。这天，黄小仙和王小贱接待了一对夫妻，女孩李可是个操着港台腔的河南籍女生，她的丈夫看起来像个钻石王老五。李可喋喋不休地提出对婚礼的设想和要求，小到婚礼蛋糕，大到有悬念的新娘出场方式，黄小仙一个头2个大。面对眼前这个对婚礼充满期待的小女人，黄小仙不免想到自己和陆然。她曾一度不在乎婚礼怎样隆重、怎样奢华或怎样富有情调，只希望站在身边的那个人是陆然。然而一朝梦碎徒留伤感，李可还在不停地说着，黄小仙听得昏昏沉沉。工作繁忙，再加上心情郁结，寝食难安，她栽倒在沙发上沉沉睡了过去。王小贱不辞辛劳将人送回家，等黄小仙醒来后，让她不要忘了吃点东西。明明是关心的话，却硬是用揶揄的口吻说出来。王小贱离开后，黄小仙看到了摆在床边的精致晚餐。翌日，黄小仙给老板打去电话，表示自己心情烦闷，希望能请1天假。老板约黄小仙出来吃饭，不来就算旷工。黄小仙蓬头垢面出现在高级餐厅时，老板只想装作不认识他。黄小仙有些摸不准，问老板这顿是不是散伙饭。得知老板没准备开除自己后，又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要泡自己。老板差点没拿文手里的叉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关心员工身心健康还要被胡乱揣测。黄小仙闻言也安心下来，老板也看出他最近状态不好，便把失恋这件小事掰开了揉碎了给黄小仙说，还送了他一把大提琴，让他报个班转移注意力，事都好自己也收拾好心情，相信时间能治愈一切。黄小仙一一照做，他希望时间的能量再大一点，帮他尽快走出阴霾。与此同时，工作他也没落下。李可总是会在每次见面时提出一堆新要求，说完便和老公一起离开，请黄小仙和王小贱多坐一会儿，毕竟这里是会员制，不是谁都能进来的。她老公魏魏也大方地表示吃什么随便点，全都记自己账上。王小贱也起身离开。黄小仙看着窗外的景色，难免想起了过去的陆然和自己，她也不和魏魏客气，点了杯酒独自买醉。不多时，王小贱打来电话，原本要谈些工作上的事，听出黄小仙的醉意后问她在哪。这时服务员过来询问需不需要找人送她回家，黄小仙的脑子里只能想到陆然。等她醒来后，陆然就等在一边。清醒过来的黄小仙表示原本没想麻烦她，陆然却突然爆发，说每次黄小仙都要把话说绝，因为自尊心和面子不愿低头服软，她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但谁都有自尊心，日积月累她再也受不了。黄小仙不知道陆然的怨念会这么重，她只是愣愣地听着。
然后故作轻松地说可以自己回家。黄小仙似乎被绕进去了，竟然真的以为自己大错特错，事实上受不了大可以分手，这绝不是劈腿闺蜜的理由。等陆然离开后，她的信念感轰然倒塌，也许自己可能真的做错了。黄小仙追赶着离去的出租车，她希望能取得陆然的原谅，希望不要被放弃，为此可以不要那些一击即碎的自尊心。就在黄小仙不顾一切即将失去自我时，王小贱出现拦住她，并一巴掌让黄小仙清醒过来。所有人都一样，爱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忘了自爱。这一晚黄小仙没有睡好，倒不是因为陆然，而是凌晨5点约她和王小贱出去的李可。原因仅仅是她和魏魏因为拍不拍短片有了分歧。虽然说客户是上帝，但这种应该由小两口商量决定的事，实在不该是折磨别人的理由。黄小仙使性子表示，如果不帮忙，就要换别家公司来做。黄小仙急忙表示给点时间，王小贱却直截了当一句随便堵了回去。他们的工作是婚礼策划，不是给小两口劝架，并且两人是有上班时间的，没有义务5点钟坐在这里听人发牢骚。王小贱还给李可分享了前车之鉴，自己见过好多临结婚谈崩了的，好多都是男方受不了女方的250要求，最后结婚无望，女方悔不当初。说完就拉着黄小仙转身离开。后来王小贱拉着黄小仙第一次参加了同事们下班后的聚会。以前他是那种一出公司门就和同事成为陌生人的人，这次的新奇体验让黄小仙意识到生活里不必只有陆然，他也发现了同事们和上班时不一样的一面。但这次聚会也捅了大篓子，李可打来电话被同事挂断，结果没分清挂断和静音。电话那头的李可将黄小仙和王小贱吐槽自己的话听得一清二楚，气得他顾不上保持台湾口音，用河南话骂了起来。第二天黄小仙还是老老实实打电话给李可道歉，受了他好一番挖苦，才终于将这件事接了过去，单子自然也就黄了。这时朋友领主打来电话，通知黄小仙自己要结婚了，请他和陆然一起来见证。黄小仙说自己和陆然分手了，领主有些惊讶，看来陆然说要带的家属不是黄小仙。不蒸馒头争口气，前男友携新欢出席，他也不能让人看了笑话，便请王小贱陪自己一起去参加婚礼。万般请求下，终于请动了这尊大佛。黄小仙请王小贱给自己出谋划策，如何在明天的婚礼上亮瞎前男友的狗眼。王小贱却表示不管他怎么折腾自己，对陆然来说不过是个旧人。挂了电话又觉得自己话说重了，给黄小仙发去短信，安慰他放宽心，明天自己会为他保驾护航。翌日，忧心忡忡的黄小仙将染发膏当牙膏用了，于是便拥有了一嘴红牙。王小贱只能反复叮嘱他不要笑不要说话。婚礼开始前，王小贱胸有成竹地拉着黄小仙主动找上了陆然，紧接着一顿神操作，连损带骂，将陆然塑造成一个始乱终弃还纠缠不休的渣男，一张嘴机关枪似的将陆然轰成了渣，引得吃瓜群众纷纷侧目。这一仗打完，继续回归生活。魏魏希望在一个充满回忆、风景优美的地方举办婚礼，拗不过李可，还是选择了酒店宴会厅。魏魏似乎十分失落，黄小仙也很好奇，像他这样的钻石王老五为什么选择李可这样的姑娘。魏魏表示自己要找的是一个即使没了爱情，两人之间还能靠别的东西维系的人。李可能做到，对他来说爱情是奢侈品， LV 是必需品，但对黄小仙来说可能恰恰相反，而爱情是最容易在时间中湮灭的东西。这个观点黄小仙十分不认同，人不可能只有一面，也不是只有要么选择物质要么选择爱情的人，这种没经过大数据测试的根据一点都不靠谱。魏魏闻言便提议和黄小仙约会补补课，看看复杂人性的姑娘是什么样子。黄小仙想到李可对自己的侮辱，便答应了下来，就当是一场学术研究。翌日下午，王小贱和黄小仙吐槽房东的儿子要结婚，自己恐怕要露宿街头。看了几家房子，要求都很奇葩。说话间，老板叫走黄小仙，要他接一个金婚的策划案，要是这次再办砸了就走人。下班后，魏魏早早等在门口。王小贱原本有话想对黄小仙说，看到魏魏后便一言不发，转身离开。这次的约会确实说得上学术研究，黄小仙觉得魏魏多少有点婚前恐惧症，便带着她来到新天地。这次不是在楼下消费，而是坐在楼上的喷泉边欣赏好风景。这里也曾是黄小仙和陆然一吻定情的地方。他告诉魏魏，不管是消费还是看风景，选了就是选了。翌日，黄小仙向王小贱解释了昨晚的事，并表示看在他帮过自己的份上，决定陪他一起找房子。王小贱心里却有自己的小算盘，两人看了7、8套房子，他都不满意。最后一套虽然各方面都合适，但合租对象是一家3口。王小贱很庆幸，直截了当提出和黄小仙合租。黄小仙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当晚独处时再次想到了陆然，他决定和王小贱一起合租，好歹能拼个饭。翌日，王小贱早早来帮黄小仙打包行李，就差把迫不及待写在脸上。黄小仙却只想好好睡一觉。等他醒来，王小贱已经将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打包完毕。黄小仙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男人做出来的家务。王小贱十分享受这个过程，他认为黄小仙过得这么糙，和自己住在一起叫互补。黄小仙开始着手准备金婚的案子。年过7旬的张阿姨给他讲了自己和先生的往事，让他想明白了感情是一件需要时常维系和修补的事情。张阿姨还是没能挺到举办婚礼，黄小仙也终于看清了自己这段感情中的弊病，在失恋的第33天成功切掉了病灶，并在霓虹闪烁的城市中发现了那个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人。